呀，绝地求生端游加入人机了。目前在测试服的普通匹配可以体验到，而排位模式是没有人机的。那么出发找人机去。按照手游的思路啊，我和队友去了最偏远的地方，耐心等待人机的出现。等了3局，一个人都没看到，我哭了。打野玩家他没人权吗？思考人机出现机制后，它是根据玩家的水平以及当前匹配池的数量决定本局游戏人机的数量。我想了想，切换到人少的欧服，这下人机就多了吧？也就是落地开车去最远的地方，仍然没看到一个人啊。我们就在思考，手游的人机主要是凭空出现的，不管多偏它都能给你刷出来。可万一端游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跳伞下来，而我们离航线又特别远，人机又不会开车过来，哎，好像这就是我们找不到人机的原因哎。于是我们切换到航线附近的航天基地，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后，我遇到一个疑似人机的玩家，枪法极其诡异。当我想开枪打他的时候，我忍住了，这也许是个人机，留下来观察研究。当我看到我的血条，再听听他开枪频率的时候，我慌了，不能留啊！掏出 DPS 直接喷死。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不是人机啊，分不出来啊，伤害太高了。点击回放后，发现他很憨，他知道高处有人，却是走路上来的，也没有蛇皮走位，走路的时候是拿 SKS 戒备的。奇怪，为什么不拿你的 M4？ 当他遇到我们后也很憨，突然打几枪停手，不断的监射腰射来回切换，这身法宛如一个刚入门的新手玩家，以至于我当初分辨不出他是人机还是女大学生啊。再下一把，我们100%确信遇到的就是人机了。他们刚跳伞落地，没任何武器，看到人会用拳头锤，但走位很憨憨。一时也很奇怪，两个人机开始了互锤，丢武器给他们，他们也不捡，他们打人的时候也不躲，就原地互锤。人机互锤结束胜负后，我让朋友给人机锤。一句话，人机的意识 AI 太憨了。而且通过回放看到，人机确实是在航线区域内呢朝着据点跳的，但是因为跳伞机制不成熟，开伞后会出现原地往下降落的情况，落地之后再去捡物资发育。所以端游的人机我目前遇到的不是自带装备的，他们是要捡的。所以如果你开车转移到非常偏的地方，是遇不到人机的。再下一局我们跳机场，这局人机特别多，终于可以好好观察了。首先人机的伤害是正常的，打人非常疼啊，而且他会打几枪停顿，再打几枪，给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人机的压枪非常的平稳，不带怎么抖的。人机的拉枪更是恐怖，扫射途中击倒了我，迅速把枪口拉到我朋友身上。人机也有透视找人的能力，经常隔着墙朝有人的地方看。也就是说，人机是压枪很强，拉枪很强，隔墙瞄人，身法和意识却完全匹配不上他枪法的人。咦，这不就是外挂的特征吗？那可能会有人说，以后我们被别人打死，怎么判断是萌新开外挂还是人机呢？有个方法：第一，人机目前不会折探头、扔投掷物，也不会开车，也不会攀爬；第二，人机的行为真的很哈，会对着掩体一直打，不会绕过来的。第三，通过回放可以看出来呢，人机的枪经常是单发模式的。第四，人机的子弹是无限的，他们换子弹是不会消耗备弹的。还有一点啊，官方说人机不会成为玩家的队友，可我从回放来看呢，人机也是有队伍的，说明人机是一个队一个队的形式存在，但暂时看不出配合，人机都是各玩各的。来说说我的看法，在低端局人数特别少的服务器呢，人机确实有点多，但手游刚开始不也是一个人搭配99个人机陪你玩吗？到高端局后几乎就没人机了，或者人均0.7个人机这样吧。端游的匹配机制也是如此，系统觉得你能力强，匹配的人机就少了嘛。不过在低端局，玩家就要谨慎了，遇到敌人不要调戏他，别管他是人机还是真人了，打死再说，人机打人很痛的。AI 方面，官方也会慢慢完善，相信官方吧。对于加人机的决定，我是支持的，因为我还记得过年前我去网吧玩游戏，看到隔壁有3个小姐姐啊，打开吃鸡端游开始玩，那操作是各种懵啊，遇到人直接死，连周旋啊、分析啊、怎么打都没了，直接秒啊！新手玩家打不下去，请问这游戏怎么会有新鲜血液呢？我当时心想啊，这游戏如果有人机，让萌新游戏体验好一点呢就好了。现在终于加了，可能有人会担心啊，人机太多影响游戏体验。这个你 KD 高了，人机就少了，放心。而且排位模式是没有人机的，可以去玩排位。可能有人担心了，关键时刻阴人突然被人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种情况呢，手游也不是没有，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多耽误事，并不是拒绝人机加入的理由。
最后做个总结，目前吃鸡端游测试服的普通模式人机为：跳伞在航线区域内落地搜物资找人打，身法贼烂，意识贼烂，经常隔墙瞄人，隔着墙打人，弹压枪厉害，拉枪厉害。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给我帮忙点个赞，添加关注支持一下。我是小 B 的游戏食堂，感谢您的观看，我们评论区见。